妈，你刚才怎么突然就站到我这边来了？弄得我有点措手不及的。你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我。我跟你爸离婚那会儿，所有人都跳出来反对，说快40岁了还离婚，就再也找不到像你爸对我这么好的人了。但我还是离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别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咱也没必要非得让别人都理解咱们。对，没错。唉，你是个特别独立的孩子。其实独立性都是摔打出来的。妈妈特别惭愧，也不知道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但是，这次分手和上次分手比起来，明显感觉到你成熟了很多。做父母的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一帆风顺。但你注定过不了普通人的生活，我也就不再强求了。心里还是对小猴放不下吧？啊？没有，怎么什么事儿都扯上他呀？拦都拦不住的缘分，我看呀，就顺其自然吧。啊？下班了怎么不回家呀？紧张呗，我知道你也紧张，咱俩一块儿紧张会儿。这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我现在身上每一个细胞啊，我兴奋呀我。哎，你说咱们能赢吗？我爸说，凡事不要总觉得自己胜券在握。11跟我说过，说他们上场打比赛的时候，心里想的从来都不是赢与不赢，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我要把平时训练中每一招每一式全都用出来，那就够了。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有道理，咱们呀就当上考场，检验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我总觉得，咱们上了台，就已经算赢了。不过呢，我这颈椎告诉我，奇迹会发生的。你这个颈椎靠谱。哎，你说现在你爸那边会是什么样？我爸是个热爱挑战的人，他现在应该是紧张的骂人的吧？可以想象。都过了几手了，怎么还有标注错误？啊？对不起，猴子。都在这儿出工不出力是吗？这种低级错误要是让客户看见，丢的可不是我侯志荣的脸，一个顶用的都没有。马勇，赶紧改。是。谢谢您提出的方案。
请先到贵宾室稍作休息，我们有请下一个公司。刚才你的陈述很棒啊。行，侯总，这个你们在这儿先稍作休息，一会儿有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您。那我就先过去了。大王公司的陈述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哎，等会儿，大王公司，据我所知，大王公司他自己没有设计能力啊。他们外聘的一家设计团队叫刺猬工厂。行，那你们先稍作休息啊。好，先过去了。谢谢。刺猬工厂，没听说。哼，刺猬工厂。行，先休息啊。刺猬工厂。侯总，招标会已经结束了。哎，其实招标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是这样，我们抱歉地通知您，大王公司赢得了这个项目。什么意思啊？贵公司的这个方案呢，准备得非常的充分，但是大王公司的方案更加精彩，而且全票通过，非常抱歉啊。你说的那什么刺猬就是他们吗？啊，对，就那帮年轻人。加工资啊，加工资！好好庆祝一下啊！小二，哎，稍微把车开快点。好。喂，哎，好，您说。行，我帮您问一下。哎，行，好的，哎，好。
侯总，廖总问您什么时候去公司，他说有急事找您。他们一帮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什么事非得要等着我吗？连口气都不让我喘。侯总，你没事吧？都盼着我有事儿啊！啊！不是让你们看笑话的。走，走啊！侯总，侯总，来，喝点水。侯总，还有什么事儿吗？侯总，这个月干完，家里有点急事儿，明天我就得回去了。啊？为什么呀？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老婆马上就要生了。你就那么着急跟我说马上要走，能不能缓几天？你等我再找一个新的保姆再走好吗？确实家里没人，不然这月工资我不要了。我差你那点工钱吗？你的工资我足月给你，现在就走，走啊！都走，全给我滚蛋！1号110。
来的是120吗？120，我快不行了，救救我，救救我！爸怎么了？爸，你父亲目前情况还算稳定，先不要打扰病人休息，跟我出来说吧。过来吧。你父亲，这是高血压、心脏病发作引起的心悸。患者一定要注意情绪的调整，保持精神的乐观。但是呢，你父亲还患有陈旧性脑梗、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高血脂。我们通过心电图看出来，他可能还有冠心病。他身体怎么这样了？他什么时候得的这些病？你父亲呢，在我这里看病已经5年了，都是靠药物来维持的。以后呢，就不要再让你父亲做压力太大的工作了，需要好好休息。是，这么多年来没见他休息过。出院后各方面都得注意，要定期带你父亲来检查，千万不要让他自己来看病。你们作为儿女的，一定要亲自陪他过来，好吧？好，谢谢大夫。好。反应力变慢，想什么呢？没想什么。这有了爱情的滋润就是不一样啊！这皮肤质感都变好了。你少在这调侃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吃糠咽菜也是幸福的，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山珍海味也无味。没错，我现在跟你在一起，喝水都跟喝蜜一样，行了吧？可甜可甜了。喂，喂，是我，侯志荣生病了，不过现在还好，已经从抢救室转到病房了。侯爵接到电话后呢，就一直在医院守着。我看他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就过来一下吧，鼓励鼓励他。好，我知道了，谢谢。怎么啦？侯志荣住院了。住院了？那现在怎么样了？说是已经转移到普通病房，应该没什么危险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过去看看。哦，我跟你一起。你一会儿不是有课吗？开我车去吧。把水拿上。我走了。啊。现在指标没有太大的变化，要注意观察。你怎么来了？周全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看看。侯总怎么样了？还没醒。那医生怎么说呀？医生的病都是累的。别担心，会没事的。也怪我之前也不注意他身体，
整天忙着竞标，这次应该也是竞标输了，刺激到他了，要不然不至于这么快就倒下。也不能怪你，他肯定是不想你知道。侯总太要面子，太好强了。他跟他亲儿子要什么强啊？他身体问题不跟我说，跟谁说？我早就应该知道的这事儿。之前在公司晕倒，我就应该多注意，多问问。我陪他来医院，刚坐就开始教育我，我真受不了他那样。也是怪我，整天我也不着调，光让他生气，什么也干不好。别这么自责。至少之前你可是赢了竞标的。至于侯总，输在自己儿子手里，他也会欣慰的。我是挺想赢这个竞标的，但是我更想自己家公司好，谁不想把自己家的公司做好呢？但我爸太强势了。你要是真留在公司，也未必是好事儿。没经历这些，我想你今天不会这么理解你老爸的。谁知道呢？行了，别想这么多了。以后对他好点还来得及。啊，我不对他好，谁对他好啊？就剩我了。喂，你慢点说。怎么了？我过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爸这一倒，公司全乱了。我去处理一下。那你去吧，放心，我在这看着，有什么事我给你电话。好。回去洗个澡，换个衣服，打起精神来。好，那辛苦你。嗯。周全。请我。哎，听说当时好像挺严重的。对呀，听说了呢。小猴子好，小猴子好。它这个特别好玩，你看到没？不生气啊！哎，看这个挺好，挺好。各位，我有几句话要说。我父亲侯志荣因身体原因，将卸任志荣建设总裁一职。我从今天开始，将接任志荣建设总裁。志荣建设现在总裁病倒，总裁助理被捕，竞标失败，资金周转不灵，这是我们公司的现状。我资历尚浅，接任之后可以预见会走一段比较艰难的路，所以如果在座的有人想离开，我侯爵无论如何也会给大家发送遣散费。如果想要留下来的，你们要做好准备，你们将会跟我度过一段比较艰难的日子。半个小时之后，在会议室，我将召开我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我在那儿等你们。如果要走的，到周全那儿留下自己的名字。通知几位副总。突然啊，刘海总。
老样子，不放糖。都通知到了吧？能通知的都通知了。坐。该坐。Hello， 侯总。对不起，没留住更多人。没事，老师你坐。大家今天能来到这儿开这个会，我非常的感谢啊。我先代表我爸，要给大家鞠一躬。各位前辈，今天愿意留下来，我已经很感激了。从我爷爷开始做这家公司，我爷爷白手起家，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其实做的也是很不容易。今天大家能留下来，大家能做到这儿，非常感谢，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还是那句话，看到你们很高兴。志荣是经过几次低谷才发展到现在，我是亲历者，所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虽然呢，前一段时间我也是消极怠工来着，但是呢，我对志荣呢有感情，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和你们大家一起努力，重振公司的雄风。说实话，小侯总，其实我还真的是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决定留下来。我本来就是负责公司日常的运转，我担心如果我走了之后，你一个人会玩不转，所以才决定留下来。但是我也有言在先，我只是暂时先帮你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如果你不能带领着大家重振公司的雄风，我可随时会走。没事，我们公司现在来去自由。后面我准备做一个小的改造，我先把设计部单独隔出来，然后大家都搬到设计部来混合办公，然后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呢转租出去。我们现在人少，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地方，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大家离得更近，二来我可以减轻一些公司眼前的负担。小洪总，我支持你的意见。我父亲病倒之前，其实公司大部分的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除了海城8号这个项目，所以公司近期呢可能需要项目来稳固我们的团队，我们也需要现金流。大王他们公司拿下了瑞吉酒店的竞标，但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经验，而且又没有专业的人员，正在寻找合作伙伴。我觉得我们这次可以跟他们试一试，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去给我们公司争取来点利益。侯爵，表，我这样叫你不介意吧？那没关系。我呢，也是3朝元老了，从侯老爷在的时候，我就在公司里。是，您的这个功名比我的年纪还长。是，我呢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你坐在这儿啊，就像看见我自己孩子一样高兴啊！你有侯总的果断担当，也有你自己的仁义宽厚。好啊，为了给你保驾护航，我推迟10年退休。我爸要是能像你这么看我就好了。小侯总，不瞒您说，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啊，觉得公司的氛围确实很压抑。本来也想跳槽去一个更有活力的公司，但是现在您来了，我就不走了。毕竟像您这样有活力又有能力的老板不好碰。再说了，
我就是真碰着了，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我第一次见到小侯总啊，当时拿了好多东西，小侯总又是帮我开门，又是帮我拿东西的，我可就被暖到了。现在小侯总需要帮忙了，我不能忘恩负义呀。没错，我最喜欢跟小侯总一块加班，每次啊他都点好吃的外卖，在别的公司我还真怕吃不着了。小侯总，我给侯总做秘书6年了，那现在侯总退居2线，我留在了公司。以我的能力，我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帮上您的忙。你别这么说，其实，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留下来对我都是莫大的鼓励，真的。我毕业2年，换了7、8个公司，智荣是我待的最久的一家，那是因为有小侯总在。丽丽，我交了女朋友了。哎，不是，我是说有小侯总在的时候，我们每天上班都很开心，然后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这人吧，本来挺懒的，但现在也很有上进心了。听你们说完，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还不错啊。哎呀，咱们智荣真是好多年都没有开过这么热烈的会了，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跟着侯总打硬仗的时候。所以，只要人心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是，好吧。虽然现在我们剩下的人不是很多啊，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精简了部队，现在我们就是一个精英小组。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好吧？加油！加油！小韩，你怎么来了？我也是才听说侯总病了，然后我就想着过来看看。谢谢兄弟啊！虽然咱们把侯总给赢了，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哎呀，别瞎想，别瞎想。但是你们得记着，这次你做的非常棒，非常棒。谢谢兄弟。你别在这儿了，咱俩不能都在这儿啊！公司需要人，您回去忙吧。行，那我就先撤了。哎，有任何需要，告诉我。没事，电话里。好了，走吧。怎么样，公司没事吧？还好。爸，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去叫医生啊。好。头疼，累。我这睡了多长时间了？已经睡了1天1夜了。多少年都没这么一口气睡过那么长的时间了，舒坦。是叶才啊。侯总。是叶，有你陪着我们家侯爵真好。谢谢你那一次在公司救了我，也救了侯爵。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在公司救了你？你什么时候救我妈了？谁呀？谁呀？啊！上次我爸在公司被挟持，把我扔一踉跄的人就是你啊！那不早说呢？说这个干嘛？有什么好说的？
爸，你应该告诉我呀。哎，你轻点，你干嘛那么使劲拍我呀？我还是你老爸呢。对。啊，我问你啊，那个瑞吉的锦标饭是你做的吗？那个方案是以我的设计为基础，然后包小涵带着大家干的。那也挺好的，能挑大梁了。你看，我就说吧，侯总一定会欣慰的。我爸这是病糊涂了，他不可能夸我的，对不对？我可没糊涂，儿子抄老子，这是好事儿。你知道我为了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我一天都不想再多等了。你过来。从今天起，你就是智荣建设的新任董事长。我宣布退位了。爸，您这话说完了，公司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我已经不是小侯总了，我是侯董啊。您呀就好好养身子，在这之前你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操心，赶紧把身体养好，我们公司还需要您啊。这孩子现在还不是真正的董事长，你还学呢，油腔滑调，多亏你了，师爷。啊？我行了，没事，睡一会儿吧。啊，别说话了。真不用帮忙？真不用，我爸不一样，他没做手术，我就在陪护就好了。以前大家都叫你小侯总，这以后就叫小侯，哎，小猴子都行。你敢答应，我就敢叫。那就叫呗。小猴子。哎。哎呀，你爸这突然一病，公司的事儿都得交给你了。这公司我就暂时先管着，后面我想招聘一个职业经理人过来管。把家族的生意交给外人啊？不是交给外人，我就是一个设计师，管理我根本不懂。再说，我觉得我们智荣建设有今天有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就出现在这儿，我们这个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后公司想做大，想做强，想留住更多人才，就得交给人家专业的管理层。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剥离。没想到这么有头脑，想得还这么开。你说啊，我爷爷、我爸2辈人奋斗一辈子，给我搭了这么一个台阶儿，我得守护好它呀，我得给它延续下去，我得留给我儿子啊。想的还挺远的。想的必须得远，因为我把你都放在以后的计划里了。那不需要我就先走了。就走了。走了。走吧。拜拜，小猴子。拜拜。侯军，跟老爸说说，你跟11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啊？哎呀，您还问？本来挺好的，被您来回这么一搅和呀，现在反倒成了这个清白的熟人关系。什么叫被我搅和呀？侯军，跟老爸说说，你跟11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啊？哎呀，您还问？本来挺好的，
这您来回这么一搅和呀，现在反倒成了这个清白的熟人关系。什么叫被我搅和呀？是你自己不着调。哎呀，我是不着调，但是我以前有车有房，我吃喝不愁啊。现在背着这么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啊，还有这么一个病殃殃的老爸，人家够呛愿意跟我呀。你看你这臭小子说的话，我呀，开始是不太看好你跟十一，但今天醒过来看见十一站在你边上，我这心里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踏实。冥冥中啊，你要是能跟十一走到一起，我不知道能有多开心，啊！当时你们俩再生个孩子，我退下来，天天抱我的孙子，你说呢？侯爵，侯爵，睡得还真快。听说刚刚吵过一架。是啊，也许老天爷留我条老命，是想让我赎罪吧。真没想到，永远正确的你，竟然会说出赎罪2个字。我是该有此报，我活该。在你心中，我根本就是个路人甲，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好的，我觉得我不值。我觉得我不值得你留恋。唉，我病倒的消息应该在圈内传得很快，10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个慰问电话、短信、微信都没接到。我已经被这个世界忘记了，抛弃了，你最后也忘了我。我如果真的忘了你，我还会跟你联系吗？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就在你的楼下，我不敢上去，也不知道哪扇窗户是你的。谢谢你来看我。
我现在终于知道照顾一个人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当然很辛苦。终于能体会到你在我身边的感受了。这么有体会，就没有一声谢谢。大恩不言谢。护士小姐，有个叫侯志荣的是住在哪个病房？就在510。哦，510，好，谢谢啊。来，给我。你在外边等我。睡着。这孙子还真挺能装啊。哎呦我天！你诈尸啊你！我天，这。哎，你是真病假病啊？啊？我看你躺这躺得挺舒服的，要不然你上那试试啊？早点花我。你咒我啊？门儿都没有。不过你还真说着了，我还真是一宿没睡好。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没睡好。是吗？本事挺大。那当然，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追吧你！哎呀，你猜猜，为什么没睡好啊？为什么没睡好？我想先听你说说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啊，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儿？不会吧？我帮你想想啊，什么事儿啊？某些人呢，因为某些事儿得罪了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呢，这酒喝着也没劲儿，也没人跟他聊天儿，是，他又拉不下这张老脸，向他最好这个朋友去道这个歉，所以他心里也难受，正愁没招呢，这不突然来一机会。我掐指一算呢，这个人呢，不是今天来，明天也总会到。那个人说的是不是就是你啊？啊，盛爷，你别乐，小人之心。哎呀，得，这看你咳嗽的，啊，你是重病人，今天我来是看看你，不跟你较劲啊，好吧，一切随你，成不？随我，我要你随我，我要你让着我，不需要。哎，志荣啊，咱话也得说回来，我对我们家闺女啊，确实是你。他们小辈儿啊，有些事儿，我们家闺女做的也确实不太对。我呢，也做了一些让你不太高兴的事。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哎，这说到孩子，你倒是真养了一个好儿子。那当然，把儿子过去给我，行不行？这主意倒是不错。
嘿，你是不是昨晚上一宿没睡着觉？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做白日梦了。你想的倒挺美的啊！你有一女儿，我再把我那么优秀的儿子过继给你啊，你儿女双全，那我怎么办？我孤老终身的。我觉得像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你应该把你女儿过继给我，让你孤老终身，让你反悔，让你忏悔。哎呀，不过像你这么个冷血动物，你什么也留不下人。不信你试试。嘿，盛爷，你这人到底是来看我的，还是来气我的？我没病都能被你气出病来。得了，不受欢迎了是不是？那我走人。章好喽。立章。向我鞠个躬，道个歉，这事儿就算是了了。鞠躬可以，给您默哀。嘿，我。行了行了，哎呀，行了行了。1个3，晚上啥呀？你出啥牌？7。K，1个2，2要不要？啊，再1个2。啥？2管不住。不要。说。你好，麻烦问一下，这里有一个叫侯志荣的病人吗？有的。啊，麻烦帮我把这个给他。他就在那边，我叫他过来拿。不用，那个麻烦您帮我给他呗。这什么东西？自己家里熬的粥。那我该怎么说？你就说是丫头，你就说是老头熬的粥就好了。谢谢。1对圈，1对王炸！侯总，老头给你送粥来了。老头？哪个老头？就是那个老头啊。哪个老头？就是那个老头。谁家老头？好，去。哪个老头？什么老头？你管谁呢？是我一朋友行不行？哎，那谁，帮我盛碗粥。好嘞，谢谢啊。出完了，完了，你说了。哪来这么个老头？来，过来，贴上。我自己贴。洗白，周姐。好了，快点。趁热喝。好。真香这粥。粥特别好喝，谢谢丫头。老头儿，好喝就多喝2碗。嘿，你干嘛呀？不是哪个谁家老头，急死我了！你管呢？你爸有隐私好不好？来，坐来，打牌。这孩子这是怎么回事？找个老头还调皮丫头。
我去放行李去。行，哎，哎呦，侯总啊，你终于出来了，真是太好了。来，把鞋放下。你先歇着，我给你拿。怎么脏啊？没事，你快歇着，来，赶紧歇着，慢点啊。哎呦，张姐啊，哎，我住院这段时间啊，要不是天天喝到你给我煲那个汤啊，我的身体真是恢复不了这么快。哎呦，让您受累了。哎呀，累什么累呀？不累。你说我这一个人天天在家，我还闲得无聊呢，真是。谢谢。你歇着啊，我去给你做饭去。好。侯爵，哎，你过来。这幅画不是你3岁的时候你妈妈抱着你找人画的那幅吗？啊，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啊？一直在我这儿。哎，您刚出院，快坐着，别站着。刚出院，好好休息。您呀，在这儿再快活个5分钟啊！5分钟之后，您就正式被我接管了。什么意思啊？5分钟以后我就能有人身自由了？也不能这么说啊！你看看这个，精心给你准备的，量身定制。康复疗程：6点准时起床，花园散步45分钟；7点准时早饭，12点准时午饭，下午1点准时午睡，下午3点花园散步1个小时，晚上6点准时晚饭，晚上7点慢走30分钟，晚上9点半准时上床休息。怎么样？你这哪是康复计划？你这完全是监狱犯人的那个作息时间呢。这比监狱的舒服多了。我没看出来。我跟你说呀，你还让不让你老爸有点人身自由啊？哎，我跟你说，你就是报复。我跟你讲，你现在啊，好好恢复身体，等身体恢复好了，爱干嘛干嘛，我一点都不管。你要硬说是报复的话，我给你加2条。得了，你忙去。张姐，饭好了没？来凉拌豆皮儿，好嘞，菜齐了。怎么了爸？有心事啊？张姐，今天怎么一桌菜全是素啊？我是个病人，我现在是叫大病初愈。我刚回来，怎么着也得等我身体补好了以后才开始他那个所谓的什么健康套餐计划吧。这些都是给你调理身体的。调养身体，这个还没医院吃的好，那医院还有肉，偶尔还吃鱼。我这都是精心准备的爸，别不领情。你看看这，绿色的、黄色的啊，有机的。粗粮，这是维生素、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这是海带，什么都有，就是给你恢复身体的好时候。张姐，下顿饭必须得有鱼，没有鱼也得做个那红烧肉给我吃。红烧肉，您是别想了，您这个血脂啊高的跟什么似的，是吃不了红烧了。以后啊，就跟这些啊黄黄绿绿的菜过吧。儿子，我给你商量个事儿，这鱼可以吃。鱼对身体没有影响啊，偶尔吃一顿没有关系的，好不好？这个鱼是发物，您现在尤其不能吃，而且吧，多少这个成功的人啊，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瑕疵，小小的放纵，唰，我不能让人放纵啊！你当我是病人吗？行，好，你们都听见了啊，这话他说的啊，行，从今天开始。我吃，你也得跟着我吃。我早就准备好了，在您这个身体恢复好之前，您吃什么，我吃什么，陪着您。我吃玉米。
行，我们都跟着你吃这红薯。行，我也调理调理身体。对，我们都吃素。我还不如回医院呢。啊，对了，我回来住，周全住哪儿啊？睡客厅啊？周全吃完饭就回公司了。啊，对，他吃完饭就走了。回公司了，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呀？马勇也被抓了。嗯，刘铁浩指不定跑哪躲起来了，警察盯着他呢，他也不敢出来。我就没什么事要保护的了。一会儿我跟周全回公司，把他那个解约合同一签，完事儿。是叔叔，我这边呢也挺好的，公司那边也很多事可以做，放心。我放心不放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看不出来吗？我在家里就是个废人，这章没在我的手里，章在别人的手里，他说什么我都得听着。你们吃吧。什么儿子，还亲儿子？爸，哎，补品拿着。不吃怎么行呢？生气了。我现在体会到了我小时候我爸的感觉。是。小侯总，进过目。好。周全其实特别棒啊，我们相处的也不错。我这次是因为有一些个人原因。没问题，我们尊重客户的决定。哎，那个11现在怎么样？接新单子了吗？是啊，马上就要有一个大单砸到他身上了。哦。哎，这样吧，要不我叫他过来给你打个招呼。不用，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那好，小侯总，你多保重。谢谢，再见啊。喂，郑总。好，我马上到。报告。啊，11啊，进来。有一个重要的客户点名要你接单。啊，合同在桌上，你自己看吧。是陪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女总裁啊去欧洲考察。顶级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标准，祝贺你啊！赵总，我最近有点累了，想申请几天假期，这个单我暂时不接了。啊？这么重要一个订单，怎么不接了？你不是一直喊着……对不起，赵总，我有些私事需要处理。好，我尊重你的意见。哦，对了，我给你开一个派车单，你去找车队老刘。这次休假，你应该需要一台车。谢谢赵总。有什么需要，我们一直都在。注意安全。是。去吧。要散步必须得来海边，空气好。市区里头全是车，全是废气。这人体啊，就是不能吸入太多的废气，吸入废气。没事就多溜达溜达啊，多出来转个鸭蛋。哎，小伙子回来，不好意思，赶时间啊。你看现在这些人多没有社会公德心。对呀，我跟你说啊，你今后可不能学。给人扶一扶吧。
这儿捞油。好了，大功告成了。来了，回家吧。走吧。走吧，我的宝贝儿子。模范青年。吴小姐，你请。这就是您要租的房子，您看着还满意吗？挺好的。这是2把钥匙，1把给您，然后1把我们物业保管。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2把都可以给您。那都给我吧。好的。那您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给我们物业打电话。好。好，那祝您入住愉快。谢谢啊。再见。我爱你都来啦！呀，别敲了，别敲了。来，来了还没想快点起，来了别敲，赶紧去洗洗手、洗洗脸，准备吃饭了啊！我去洗个澡。洗什么澡？那马上吃饭了，洗澡，这孩子。来，歇会儿啊。浇花呢，张姐？哎，晚上就吃这个啊？不止这个呀，还有豆腐。豆腐，还不如吃这个。喂，哎呦，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呢？我也挺好。哎，我跟那个周贤解约了。哦，是吗？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啊。对呀，那现在我也不是你的客户了，你也不是我的保镖了，我们俩是不是可以多见面了？不巧啊，我刚签了新工作。啊？谁呀？男的女的？男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老板。你们公司那么多人，干嘛非要派你去啊？方便吧？我看起来可能更像秘书啊、助理什么的，比较低调。哦。哦，对了，这2天我要陪他出国去开会。啊？
开会？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说你们孤男寡女的一起出国，多危险！没有人保护你的安全啊，不放心。这是我的工作。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句话，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你工作起来那么有魅力，说他喜欢上你怎么办？那我多担心啊！哎，不能说你不同意我就不去工作了呀。那好吧，那你工作吧啊，加油工作，好好赚钱，再见，拜拜。对。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把我那2套别墅卖了吧。卖出来的钱把银行的借款还掉，剩下的钱再把侯爵那套公寓的抵押给解除了，好吧？好，拜托了。侯总，你怎么那别墅说卖就卖了？卖就卖了。哟，多好的房子，你卖了多可惜呀！不可惜，都是身外之物。张姐，您知道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你知道人快要感觉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那一瞬间来说对你都不重要，什么车呀、房啊，有什么用啊？它帮不了我。相反，当时我一睁眼看见侯爵看着我的时候，这心里啊踏实。对，没错，你呀，这回也算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了，是吧？是啊，你说我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一个房子里，冷冷清清的，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吃饭，到了晚上忙了一天工作，回到房间一个人睡觉，哪有家的感觉？是啊，我呀，我还有个想法呢。我把这2套别墅卖掉以后吧，我现在住过来，对吧？等哪天侯爵嫌我烦了，说爸，你别老在我这儿待着了，你回你自个儿家住去吧。我说我房子都卖了，你让我去哪儿住啊？我就住这儿，你还能赶我走啊？我是你爸。好主意。行，我去叫侯爵吃饭啊。好嘞。侯爵，吃饭啦！侯爵，哎，侯爵，侯爵，在里面吗？上哪儿去了？哎，这侯爵这孩子，这不刚回来吗？房间里又没人了。这孩子干什么事都是急火火的。是。哎，张姐，侯爵现在不是不在家吗？给我做份红烧肉。那可不行，偶尔吃一顿不行，不能跟你吃肉，严格的管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落平阳。这小兔崽子，我在自个儿家现在一点地位都没有。哎，你可不能这么说他啊！我跟你说，人家儿子是为你好，你不知道吧？这孩子真的特别重感情。哎，上次闹独立的时候啊，人家什么都没带走，就把这幅画给带走了。玉洁当初一直抱怨我工作忙，不陪她。我现在倒是不忙，
他走得太早了，我经历的所有的起起落落，他都没有看到。他要是现在能一直陪我走到现在，他也能看见公司在我的手里曾经有多么的辉煌。你呀，满脑子都是你的辉煌。你有没有想过，他那几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哎，怎么过来的？张姐呀，你不是不知道，那会儿我特别忙，公司事儿多，我在公司挣的每一分钱全都交给他了，他要什么有什么。我回到家他还跟我吵架，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他满意。侯志荣，我来你们家可快30年了，我一直都叫你侯总，今天我就叫你一声志荣，让我把这些年一直想跟你说的话，说给你听一听，行吗？行，您说吧。是，这些年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外面忙事业，你累你辛苦，这我都能理解。可是你知不知道，一个女人，她自己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她多累多辛苦嘛？啊，那侯姐小时候体弱多病，几乎是每个月都得发烧，都得住院呢。可是玉洁为了不打扰你工作，她从来都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她呀，整天就盼着你回来，好好的陪陪她，跟她说说话，关心关心她。可是你每次回来，你好好陪过她吗？啊？你说你这叫什么？你这呀，就叫冷暴力。她那会儿挂在嘴里，最多的话就是“我呀，有老公等于没老公”。她在我跟前儿哭过好几次，一直跟我说，她怀疑你外边有女人，从来不把她当回事儿，也不把这个家当回事儿。我当时确实公司的事儿太多了，我回到家就想睡觉，可能也没跟他说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我哪有什么女人，我哪有时间呢？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是，我知道，我也这么跟他说。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你不能让人不产生怀疑呀！啊，还有，你这儿子侯爵，你真正了解他吗？啊，你知道他天天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吗？自打他懂事儿，他看到的，就是他妈妈有多么累，他妈妈多么不开心，所以，他一直认为，妈妈走，是你的错。错了，确实都是我的错。谢谢你，张姐，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番话。如果你不说，可能有一天我会把这个带到坟墓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的有多厉害。